这个影片我不跟大家纸上谈兵，我将以一间我自己有实际购入的物件为例，实战分析我筛选东京不动产物件的逻辑。假如你还没有看过前一支关于筛选东京不动产物件的逻辑的影片，可以先点击右上方了解一下我的基本准则。OK，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开始吧。我接下来将要分析的是一个饭田桥的物件。选择这个物件作为分析案例，是因为这个物件完美符合我设定的所有条件，可以说是教科书等级的存在。这个物件地点在新宿区，是都心6区 ，check。最近的车站是饭田桥，走路6分钟，符合最近车站10分钟的条件 ，check。饭田桥站有东京 Metro 多条线路，加上都营大江户线，符合有2条线路以上的加分条件 ，check。而且实际上，饭田桥还有 JR 中央线，不知道为什么房仲没有直接写在这边，而是写在下面的备考，所以实际上有3条线路。除了饭田桥这个物件离赤境的车站神乐坂走路10分钟，所以这个物件走路10分钟内不但有2条以上的线路，还有2个车站，交通便利性无可挑剔。根据我刚到东京在当租客找房子的经验，抢好地点的物件，说是在跟其他租客打仗也不为过。只要地点够好，很多租客根本不看房，书面资料看一看就决定要租了，因为再约时间去看房，少说也是1-2天后，很大几率就被别人租走了。这个饭田桥物件的地点，即便空租，只要租金合理又没有遇到疫情之类的特殊状况，1个月左右找到租客，8成是没有问题。说实话，光看到这边我已经有点按耐不住想下单的心情。不动产选购3要素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这个物件的 location 太极品了，除非价格贵得太离谱，不然就算有什么小缺点，都是瑕不掩瑜。按耐住冲动购物的心情，让我打开 Google Maps 街景图看一下周边。正面这个建筑就是建物本身，接着旋转看一下周边，基本上就是一个宁静的巷子，没有什么醒目的闲物设施。进到第4步，确认格局、面向还有总户数。格局 21.58 平方公尺，换算成坪数大约是 6.52， 还附带一个 2.75 平方公尺的阳台。格局是标准的长方形，硬要说的话，边角有梁柱，稍微扣分。日本今年建筑工法逐渐进步，近几年新盖的物件，梁柱坐在室外已经很常见，但屋龄20年左右的建筑，室内有梁柱很正常，虽然美中不足，但真的是瑕不掩瑜。面向南东，南面跟东面是最受欢迎的面向，完美。户数60，符合我认为50到100户是管修费和竞争对手数的甜蜜区间的条件，完美。接着进到第5步，比价。我们先用一般投资物件的逻辑，现金流回推来看。一般来说，东京都心直接用1年的租金除以房价得到的表面租金报酬，在 4.2 左右就是合理。租金扣掉管修费再除以房价，大约 3.5 算合理。这个物件1年的租金收入是108万，除以房价2410万是 4.48%， 略大于合理的 4.2%。租金扣掉每月管理费7437和修缮基金6470，不考虑贷款成本的状况下，每年实收91万左右，91除以2410是 3.7%， 略大于合理的 3.5%。从现金流回推的角度来看，这个物件的价格不但不贵，似乎还有一点便宜。接着我会拿这个物件近期的成交记录跟目前的售价比较，我都用 Mansion Review 这个网站比价。这个网站注册成免费会员后，可以看到以前的成交记录。不过日本并不是每个成交记录都会被登录，常常没办法在近期成交记录中找到可以和自己的物件直接比较的记录，这时候就要用一点侧面推算。我在前一支影片中有解释过我推算的逻辑，这边再补充一次。1. 有格局一模一样的近期记录是最好的。2. 依据建商在建物新竹时的定价，一模一样的格局每高一层楼大约会贵 1% 到 3% 不等。3. 一般而言，坪数越大，平米单价会越高。在开始推算这个物件的价格前，我先看一下这个建物新竹时大概每高一层楼会贵多少。从记录上可以看到，当年新盖好时，1楼 22.27 平米的房型卖2180， 3楼一样的大小卖2200，推算下来是每高一层楼贵 0.5% 左右。高一层楼只贵 0.5%， 应该是偏少了。不过没关系，不管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就是建商的设定上，这个物件每高一层楼会贵 0.5%， 只要记得这个结论，不影响接下来的推算逻辑。我看上的物件是专有面积 21.58 平米的，上一次有大小一样的记录是2018年了，隔了6年，参考价值比较低，但还是可以借鉴一下。2018年1月时卖了2080万，到我2024年3月买，过了6年，用今年东京平均年涨幅 5%， 推算下来是2787万。另外，这笔记录是在3楼，我看上的物件是在6楼。套用这个物件，建商定价是每高一层楼贵 0.5% 的逻辑，6楼在2024年的价格大约会是2829万。接着用最近的成交记录参考看看，这个物件是我2024年4月买的，我当时最新的记录只能看到2023年4月这笔专有面积 24.31 平米的物件的记录。我前一个影片有提到，坪数越大，平米单价理论上越高，这个 24.31 平米的房型比我在考虑的 21.58 大，不过只差了不到3平米，应该可以理解为平米单价是同一个水平。这笔记录显示平米单价是 105.31 万，21.58乘 105.31 等于2272万，并且过了1年，用1年涨幅 5% 推算，到我2024年买的时候应该会值2385万左右。2023这笔记录是在4楼，再把每高一层楼贵 0.5% 左右的逻辑套上去，6楼的价格大约会是2409万。2028年一模一样房型的记录，用年涨幅估算，2024时大约会值2829万。房型不同，但最近期的2023年记录推算出来，这个物件大约值2409万。综合以上，可以推测这个物件在2023年时的价值大约会在2409万到2829万间。用平米单价来看的话，每平米的价格会在111万到131万之间。我得到的报价是2410万，平米单价是111万，符合我以上推算的范围。事后回头看的话，2024年4月跟5月分别有一笔 22.27 平方公尺卖2680跟2480的记录，平米单价分别是120万跟111万。这两笔记录的价格也在我推算的范围中，可以帮我的推算背书一下。但我也必须说，如各位亲眼所见，用我的方法推算出来的价格范围还蛮大的，侧面推算的数字只能参考，过于当真会失焦。顺带一提，2024年4月跟5月这两笔资料，虽然记录上面向不一样，一个面东，一个面北东，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物件，但这种记录通常是人为输入的，填错的可能还是有的。我推测这两笔记录实际上是同一个物件，一开始开价2680，卖了1个月发现卖不掉，就自己降价到2480。也因为这种资料都是人为输入的，资料不小心输错，甚至业者出于自身利益故意填对自己有利但不是实情的价格，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即便有格局可以直接比较的记录，也不能100%尽信。我买这个物件几个月后，收到一个不动产业者寄信问我要不要卖，开价2300万。我没有跟这个业者联络，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开价的诚意到底有多大。有可能这个物件在这个业者的估算中价值大于2300万，他想要压价收购；也有可能在这个业者的估算中，这个物件只值2100或2200，他喊个高价吸引屋主联络，联络时再找借口砍价，实际上不肯出2300万。不管这个业者心目中的价值到底是多少，借此推测这个物件有2300万左右的价值，应该站得住脚。中古屋市场本来就不是100%透明，稍微买贵个100万日币，我觉得不算很夸张。日本的资本利得税5年内是 40%，5 年后是 20%。用至少会持有5年的角度来看，用当下略贵的价格确保能买到好物件，不一定是很糟的选项。买过股票的朋友一定都有一种经验是，看好一只股票，满心期待的挂了一个低于市价的价格，脑补晚一点股价会回档一下，自己接到之后立刻 V 型反转，股价飞一下，自己发大财。结果股价就像飞出墙的全垒打，一去不回头，看着自己看好的股票一路上涨，自己手上却没有持股，2万心头口难开。蛋黄区的好物件也有一点这种感觉，过于计较售价，有可能会错失很多好物件。我绝对不是说要不计代价无脑买进哦，我只是想表达，即便价格买贵个100多万日币，对我个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最高成本，总比买了个现在很便宜但以后只会更便宜的物件好。总结来说，这个物件地点完美，
格局、面向、总户数等难以更改的条件也无可挑剔，价格又在推算范围内。我从看到图纸到下单只花了5分钟左右。然后真的很巧，在我写完以上文稿正准备要开始拍摄的今天，2025年1月16日，我收到一个不动产业者开价想要收购这栋楼的物件。22.27平方公尺的格局，他开价2550万，换算成平米单价是1平米114.5万。他也注明，即便不是22.27平方公尺的格局，他也愿意用相对应的条件收购。假设他是诚心要用每平米114.5万的价位收购，那相当于我去年4月用平米单价111万购入，过了9个月涨了 3.2%， 和我一直提到的东京大盘的年涨幅大约是1年 5%， 很接近。以上就是这个饭田桥物件的实战分析的所有内容。假如你喜欢这样的分析，可以留言告诉我。很多人喜欢的话，我以后会陆续制作更多类似的实战分析影片。最后也别忘了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对东京不动产感兴趣的朋友，谢谢你，我们下次见。